大家好，我是念双。一个国家的驻外使馆居然能把自己的国旗都升反了，这事儿听起来像个段子，但它确实发生了。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只是个低级错误，是个别人员的疏忽，但在我看来，这已经不是疏忽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精准的政治隐喻，一个不祥的征兆。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荒唐错误发生的同时，胡锡进在国内社交媒体上正大肆渲染美国旧金山市政府如何特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甚至宣布设立中美人民友好与传统日。他发布的视频配上激昂的音乐，底下的评论区一片欢腾，什么真的强大了，站起来了。但任何对外交常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活动不过是当地使领馆提出申请后，所在城市政府出于外交礼节派人出席的例行公事，根本不是什么主动示好。这种把客套当真爱，把礼节当臣服的叙事方式，本身就是一出绝妙的黑色幽默剧，一边是连旗子都挂不对的现实操作，另一边是精心编织用来糊弄国内民众的虚假繁荣。这种宣传与现实的彻底脱节，背后其实有一个可以称之为是傻子共振的理论。本来一个人认知有缺陷，他身边可能还有明白人能劝劝他，但现在不一样了，通过互联网，他能瞬间找到一群与他认知水平相当的人，形成一个回音室。大家互相肯定，彼此都觉得找到了知音，结果就是让原有的偏见和愚昧变得更加顽固。这就像几只井底之蛙，本来各自看着巴掌大的一块天，现在通过手机在井底连接了起来，一看，原来大家都认为天就这么大，那肯定就是对了。而要维持这个虚假世界，就必须消灭一切不和谐的声音。B 站上关于习近平的所有影片，那个不喜欢的按钮全部消失了，这跟当年他全票通过时的场景形成了完美的讽刺性呼应。你不能不喜欢，不能不同意，要么选择沉默，要么就必须高唱赞歌。中共为了达到一个虚幻的宏伟的安全目标，国民的个体的感受、健康甚至生命都是可以被牺牲的。今天看到的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它有3个非常典型的特征。第一个就是认知短浅，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广东江门那个所谓的灭蚊行动，消毒喷雾直接就往还没来得及遮盖的食物上喷，这是为了消灭蚊子，还是为了顺便消灭吃这些食物的人呢？执行者难道不知道消毒水有毒吗？他们当然知道，但在一个只追求形式不问结果的系统里，执行了上级命令这个动作本身就成了最终目的。至于这个动作会带来什么后果，已经不在他们的认知范围之内了。这种系统性的认知缺陷正在摧毁所有行业的专业主义。最近航空业爆出的那件事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架 A320 客机发生了严重的擦尾，这么明显的损伤，居然在后续的检查中被漏掉了，导致飞机带着隐患继续飞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检查的机务人员也太不负责任了。但一个有18年经验的一线机务人员出来说了一番话，让人不寒而栗。他说，漏检绝对不是简单的疏忽，而是整个系统长期常态化违章的必然结果。什么叫常态化违章呢？就是规章手册上白纸黑字写着，过站检查需要40分钟，包含37个必检项目。但现实是，调度在无线电里不停地催，公司用准点率这个指标来考核你，40分钟的检查被压缩到20分钟。为了准时，你只能走捷径，本来应该贴着机身仔细看的，变成了远距离扫一眼；本来应该用手电筒照亮每个细节的，变成了凭经验大概看看。中共的系统一方面要求你安全第一，严格按章办事，另一方面他又用另一套考核体系逼迫你不准延误，效率至上。这就好比他要求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既不许超速，又必须在不可能的时间内到达终点。这是一个自相矛盾、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可怕的是，一旦出了事，系统会立刻把责任推给个人，说是操作失误，责任心不强，而完全无视是他自己创造了这个必然导致失误的环境。那个被民航局重罚削减1800个航班的航空公司，有人给出了一个更黑暗的解读，所谓的重罚可能根本不是因为安全问题，而是航空公司自己也想停飞。因为经济下行，需求萎缩，很多航班本来就在亏本运营，但又不能直接说因为没人坐飞机，所以不飞了，
那不就等于承认经济不行了吗？如果直接宣布因为没人坐飞机而削减航班，那会引发巨大的社会恐慌。现在直接用一个安全漏检的理由，名正言顺地把航班砍掉，既解决了运营亏损的问题，又把锅甩给了检察部门，还能塑造一个为了人民安全而铁腕整治的正面形象。一个悲剧性的安全漏洞，瞬间就变成了一场双赢的政治宣传。这就是傻子共振的第二个特征，不分好赖，甚至颠倒黑白。这种颠倒体现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个预算接近4000万的水幕电影项目就是最好的例子。项目从招标方开始，经过了5道转包。第一手中标的公司根本就是个空壳，操控者严某自己不懂业务，反手400万转给老乡，自己净赚3400万。老乡方某同样一窍不通，又以220万转给下一家，自己赚180万。这家公司也只是个门头，再以165万转给学弟，学弟再以135万转给朋友李某。最后，这个李某花了10万块钱找到了一个真正会干活的导演陈某。一个近4000万的项目，经过5道手，没有任何一个人干了实际工作，项目经费就只剩下了10万。更绝的是，最后连着10万块钱的尾款4万5，那个李某还想赖着不给，这才把整个案子捅了出来。看看这个链条，没有一个人在创造价值，所有人都在利用信息差和权力关系进行分赃。这就是一个经济体彻底丧失活力，进入内卷化、掠夺化阶段的典型特征。那个辛辛苦苦2个月，甚至自己垫付了材料款才完成项目的导演，他得到的报酬远远不如那些什么都不干，只是转个手的人。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最终会让整个经济系统被一群最无能、最无耻的骗子和掮客所占据。这种系统性的冷漠和残忍，必然会投射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那个在网上哭诉自己原生家庭的女孩，她的故事是无数家庭的缩影。父母为了生一个儿子，连续生了4个孩子，导致家庭陷入贫困。但他们不认为这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反而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最大的女儿身上。女儿靠自己努力考上大学，工作后每个月还给家里寄钱，但只要一和父母联系，得到的永远是嘲讽、打压和索取。她发个朋友圈，买了点水果，父亲会说她生活奢侈，不知道存钱。她没及时接电话，就会被骂翅膀硬了，不孝顺。最恶毒的诅咒往往来自最亲的母亲，说什么这种人嫁到婆家一定会被打死。父母把子女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养老工具，而不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对女儿的打压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控制，是为了确保这个工具能永远顺从，永远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他们那套逻辑，什么挣钱很辛苦，养你很辛苦，这不就是国家宣传机器对民众铺恶的家庭版吗？他们把自己的错误决策导致的贫困归咎于孩子的不孝顺，就像当局把自己的政策失误导致的经济衰退归咎于人民的消费不给力或者外部势力捣乱。当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单元都变得不可信赖时，会发生什么呢？那个假救护车的骗局就是答案。人贩子开着改装的冒牌120，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然后把受害者拉走。想想这有多可怕。这意味着，当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向你的援手，可能恰恰是把你推向深渊的黑手。而一个号称拥有全世界最密集、最先进监控网络的国家，却防不住一辆假的救护车。满街的摄像头，那么多的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系统，难道识别不出一辆套牌的、行为诡异的救护车吗？不是技术上做不到，而是这个庞大的监控系统，它的设计初衷就不是为了保护民众。它的核心任务是维稳，是识别那些对政权有潜在威胁的人。被一辆假救护车拉走，这不属于维稳事件，所以系统对你视而不见。但如果敢在街上拉个横幅，那保证在几分钟之内它就能精准地定位你。所以中共嘴上说的保护人民和实际行动上的防范人民已经到了一个无需掩饰的地步。当认知短浅和颠倒黑白在一个系统内长期共振，最终必然会导向第3个特征，恼羞成怒。20届4中全会前夕，地方大员像走马灯一样的换。内蒙古的孙少逞下台，据爆料是因为他儿子跟前书记王立霞的儿子到处插手工程人事，把内蒙古搅成了一锅粥。辽宁的郝鹏，江苏的许昆林，背后是激烈的派系卡位战。军队里，南部战区司令吴亚楠上将刚刚还率团访问美国，转眼就人间蒸发，传闻被军纪委带走。
公安部长王小洪掌控着最高领导人的安保命脉，却传出喉癌晚期的消息。在地方、军队、刀把子这三个权力支柱同时出现了问题的背景下，再看看天安门广场献花篮时习近平那个不稳的腿脚，走路时右腿明显的拖行，以及他取消韩国 APEC 峰会酒店预定的突发事件，就更能理解其中的深意了。一个领导人的健康在任何国家都是敏感话题，他不敢出国，是因为身体原因，还是因为根本不敢离开北京，害怕后院起火？这背后的慌乱与猜忌已经溢于言表。这一切让我想起了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停滞时代的时期。那个时代的苏联从表面上看强大无比，核武器库庞大，军队遍布全球，克格勃无孔不入，领导人也总是以强硬姿态示人。但是在内部，经济增长停滞，技术创新枯竭，官僚体系臃肿低效，贪腐横行。社会上弥漫着一种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感，没人相信官方的宣传，但也没人敢公开反对。领导人在台上念着不知所云的稿子，台下的人在热烈的鼓掌，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在演戏，但所有人都必须参与其中。看今天的局面是不是有很强的既视感？同样是强人政治，庞大的维稳机器与西方世界的尖锐对立，官方宣传与民间感受的巨大鸿沟。习近平在天安门那不稳的步伐，像极了晚年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那些苏联领导人登上列宁墓检阅台时的蹒跚身影。当一个系统同时表现出认知短浅、颠倒黑白和恼羞成怒这三大特征时，它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逆转的自我毁灭的循环。孔子遇到那个坚持1年只有3季的蚂蚱精，选择了让自己的徒弟子贡认错磕头。因为孔子明白，你永远无法跟一个没见过冬天、认知结构里根本就没有冰雪这个概念的生物去解释冬天是什么样的。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与这种存在进行辩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今天的中共就像那个巨大的蚂蚱精，它在自己春生夏长的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里，形成了一套坚不可摧的认知体系，认为自己的模式是宇宙真理。如今秋天来了，经济下行，社会矛盾激化，系统内外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机。但它的反应不是去反思和适应这个即将到来的冬天，而是更加疯狂地坚持1年只有3季，并且把所有敢于提及冬天的人都视为敌人。